整體來說，它不是全能旗艦，但它是一顆底子扎實、夠穩定、夠實用的200瓦多口快充。只要端口規劃和協議的上限再往前邁半步，這個充電器的定位就能直接再上一個台階。各位大家好啊！移速這個品牌，咱們之前測過它的充電站、充電器和線材，風格很統一啊，功率趕標，接口夠多，價格殺得也狠。這次測的是它的200瓦4口氮化鎵充電器，200瓦的體量意味着它要同時滿足多設備快充，甚至是2台筆記本一起拉滿。聽起來很猛，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在更緊湊的體積裡，它能不能穩住功率？溫度會不會壓不住？效率、文波還能不能延續桌面站的水準？接下來我們用全套測試，把它的真實實力拉出來，看它到底是真功夫還是數字遊戲。進入測試之前，我們先開箱看外觀。盒子銀色賽博風格的包裝盒很亮啊。充電頭本體放在這個黑色塑料卡座裡面，使用手冊一本，同時也是產品的保修卡。外面有一層膜，我們把它拿下来。這個跟咱們前面測試的他家的賽博風格的140瓦的老款，外觀大小基本上是一樣的，區別就是功率不一樣。同樣是折疊插腳的設計，亮面的外觀，賽博的風格，4個充電口，內部舌片全部都是橙色。尺寸的話，大家參考140瓦的測試部分就可以了。充電頭連包裝盒重量349克，單充電頭重量308克，分量是足足的。我们来看一下充電器的規格信息啊，200瓦氮化鎵快充充電器，型號為 YSFCG108-200G， 輸入180至240伏電壓，這個不支持110伏啊，就要注意一點。Type-C 1口最高功率140瓦 ，Type-C 2口最高功率100瓦 ，Type-C 3口最高功率20瓦 ，A 口功率22.5瓦。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的情況，我們後面再測試。总功率200瓦，深圳市移速科技有限公司。這裡有個注意事項：3C 認證，雙路絕緣，室內使用，請勿扔下垃圾桶。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非熱帶地區使用，循環10年。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移速200瓦4個充電口所支持的快充協議的情況。首先是 Type-C 1口，有融合快充的33瓦，高通 QC3+5伏、9伏、12伏、3.6至12伏。華為 FCP 顯示的最高功率36瓦，華為 SCP 的最高功率23瓦。三星 AFC 最高功率24瓦，展訊的 SFCP 這個 TFCP 不知道是哪一家的。PD 3.1 140瓦 ，PD 3.1點進去固定檔位6個，最高是28伏5安140瓦 ，PBS 3至11伏5安 ，AVS 15至28伏140瓦 ，DCP SAM Apple 2.4 3個基礎協議。這個是 Type-C 2口所支持的快充協議，高通 QC 3.0 5伏、9伏、12伏、3.6至12伏，華為 FCP 的。這裡變成了24瓦，華為 SCP 還是23瓦，三星 AFC 也是24瓦 ，PD 3.0 這裡變成100瓦功率，點進去固定檔位5個，最高20伏5安100瓦 ，PBS 還是只有一個55瓦的 PBS 啊，基礎協議還是3個，跟前面一樣的。這個是 Type-C 3口所支持的快充協議啊，這前面的安卓協議跟 C 2口基本上是一樣的，然後多了一個 SFCP 啊，這個協議沒什麼用。然後 PD 3.0 20瓦，點進去固定檔位3個，最高12伏 1.67安20瓦，基礎協議也是3個。然後這是 A 口所支持的快充協議的情況，前面的安卓協議啊基本上是一樣的啊，下面3個基礎協議也是一樣的，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A 口它沒有 PD 協議。手機的兼容性測試，我們先從米家的設備開始。首先看 Type-C 1口，可以啟動33瓦的 PBS 快充，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7-8瓦。我們再來看 Type-C 2口，同樣可以啟動 PBS 快充，功率跟 C 1口是差不多的。對於第三方充電器來說，這個功率對於米家的設備也是很友好的。另外2個充電口咱們就不用試了。然後這部手機為榮耀60，我們用它來測試華為公開版的22.5瓦協議啊。首先是 Type-C 1口，顯示的是雙閃充電標識啊。
功率只有12瓦左右，沒有啟動 SCP， 這也許是個好事。Type-C 2口顯示了超級快充，但是這個功率的話不怎麼高啊。C 3口的功率也只有12瓦左右。A 口直接啟動超級快充，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華為的手機還是用 A 口就可以了啊。公開版22.5瓦的協議。這部手機為藍廠的 NEO10，首先是 Type-C 1口，顯示啟動的融合快充啊。手機上面的快速充電的標識也出來了，但是沒有功率。我們再看 Type-C 2口 ，PBS 快充已經啟動了，大家看一下 PD 3.0 40瓦，真實功率可以跑到38.9瓦。藍廠的設備需要功率高的話，就用 Type-C 2口吧，因為它的 PBS 最高也就是個11伏5安。這個是 OPPO 綠廠的設備啊，這款為1+的型號。Type-C 1口啟動超級閃充，啟動的是 UFCS 融合快充啊，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4瓦左右。1+手機是不支持 PBS 快充的，用 Type-C 2口的話，功率只有17瓦。其他2個充電口咱們就不用試了。這部為綠廠的 OPPO C 1口啟動超級閃充，這個啟動的就是融合快充的啊，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8.9瓦。Type-C 2口也可以啟動超級閃充，這個是啟動的 PBS 快充，真實功率可以跑到35.6瓦。綠廠的新款手機 C1 和 C2 2個充電口，它都是可以啟動超級閃充的。這一部手機為榮耀200，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兼容性啊。Type-C 1口啟動50瓦的 PBS 快充。剛剛測試華為的兼容性的時候，我說了 Type-C 1口啟動不了超級閃充，就是這個好處。真實功率可以跑到44瓦左右，非常不錯了啊。C2 口同樣啟動50瓦的超級閃充，同樣是 PBS 啊，真實功率同樣跑到44瓦左右。對於手機來說，這個功率其實也是很不錯的。我們後面採集數據的時候，大家就知道了啊。三星的設備，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啟動快充 2.0 啊，超快充電 2.0， 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0多瓦啊。C2 口也是超快充電 2.0， 功率的話跟 C1 口是差不多的。其他2個充電口咱們就不試了。實際充電測試，咱們這個測試環節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主要是測試充電器的協議完整性和動態調整電流電壓的能力，還有實際溫控的水平。首先我們用這個 OPPO 綠廠的設備來採集它的 UFCS 融合快充的充電曲線。目前這部 OPPO 手機的電量還有 4%， 我們直接充電啊。這部綠廠手機充電已完成，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啊。前面9分鐘為30瓦的功率，然後降到25瓦的功率，大概充了8分鐘左右，然後功率降到20瓦，又涨到25瓦，后面又降到20瓦，充到90%的電量的時候，就漲到22瓦的功率，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充到95%，9伏的電壓就直接降到了5伏的基礎功率。整個完整的充電時間是1小時20分鐘，這個是融合快充的充電效果。這個充電的功率不怎麼高，所以說它表面的溫度也不怎麼高，最高溫度是在34攝氏度，測試的時候室內溫度21度左右。這部手機為榮耀200，我們用它來採集 PBS 的充電數據。目前這個電量還有3%，這又是一個完整的充電曲線啊。這部榮耀手機充電已完成，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前面10分鐘為高功率階段，最高功率在44瓦左右，持續了4分鐘；37瓦功率持續了2分鐘；34瓦的功率也持續了2-3分鐘時間。后面就是平均功率在26瓦左右，一直在充電，充到90%，逐漸下降功率，直到充滿電。這部手機完整的充電時間為47分鐘，比 PBS 100瓦大概慢了10來分鐘時間。這個充電過程最高的溫度僅有36度，比前面稍微高一丟丟，因為功率要高一點點。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22度左右。這部手機為蘋果16 Plus， 我們直接用 Type-C 2口，功率稍微小一點點。我們來給蘋果手機充電，看它能不能跑出完整的充電曲線啊。目前這個手機是沒有電的狀態，我們直接充電。這個蘋果手機已經充到100個電了，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啊。這個蘋果手機完整的充電時間一共花了1小時50分鐘，這個是充到100%的時間啊。我們看充到80%的充電曲線，這個充電曲線圖走得很標準。最高的峰值功率跑到35瓦，但是只堅持了30秒鐘時間。後面就是第一階段的28瓦左右的功率，持續了12分鐘，逐漸的下降功率到22瓦左右，持續了14分鐘，然後降到15瓦的功率，持續了7分鐘时间。后面就是4分鐘的9瓦功率，就充到80%。這個手機充到80%，一共花了54分鐘時間，這個充電時間也是很標準的。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溫度的情況啊，這個充電是接着上一個來的，最高的溫度為37.7，也就是38攝氏度。測試的時候，我們室內溫度在23度左右。我們現在做的就是烤機測試。
這個就是真正的考驗這個充電頭內部架構的電力輸出能力了啊。這個充電頭它標的是200瓦的功率，我們先直接拉它的 C1 和 C2 口，同時輸出100瓦功率，看它能堅持多久。這一項測試就是看这個充電器能不能同時帶動2個100瓦的筆記本。第一次200瓦拉載 ，C1 口還在輸出100瓦 ，C2 口已經斷開了，沒有功率輸出了。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啊，在16分鐘的時候斷開的，這個時候採集線採到它的表面溫度最高也就是52攝氏度啊。熱像儀採集到它的表面溫度只55攝氏度，充電口的溫度為64攝氏度。我們讓它冷下來，再做一次200瓦的測試。這是第二次200瓦烤機啊。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同樣是 C2 口，它先斷掉功率，這一次運行了大概20分鐘時間 ，C1 口一直持續100瓦。這一次多運行了幾分鐘時間，採集線採到它表面的溫度最高的時候是在60度，熱像儀採集到表面溫度是62攝氏度，充電口溫度為71攝氏度。這個充電器經過第3次200瓦確認啊，它的功率輸出也就是20分鐘時間就會斷開一個100瓦的輸出，溫度情況跟第2次測試的時候是一模一樣的。現在這個是165瓦的烤機測試啊，也就是相當於一個100瓦的筆記本和一個65瓦的筆記本同時輸出的時候，看這個充電器能夠堅持多久。這個充電器165瓦功率已經輸出了整整2個小時啊 ，C1 口、C2 口100瓦加65瓦，一直到這個溫度曲線圖拉平直了，沒有大幅度變化了，我才停下來。最高溫度為77攝氏度，這是採集線採到的溫度。熱像儀檢測表面溫度為78攝氏度，充電口處最高的溫度是84攝氏度左右。165瓦輸出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現在這個是140瓦輸出的狀態啊。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總共運行了1小時50多分鐘。最開始的時候是141瓦的功率，到現在是137瓦的功率在輸出，接近2個小時降了4瓦的功率。採集線採到表面最高溫度為77攝氏度，熱像儀採集到表面的溫度為78攝氏度，充電口溫度竟然是86攝氏度啊！它的大功率輸出能力165瓦和140瓦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只是200瓦輸出的話，它只有20分鐘的輸出能力。這就是我測出來的結果，供大家參考。這個充電器是不支持110伏電壓的，所以說我們測試轉化效率就測220伏50赫茲就可以了。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待機功耗的情況，220伏50赫茲狀態下，經過10多分鐘的測試，這個充電器的待機功耗為 0.4 瓦的樣子。15瓦功率的時候，220伏輸出 19.5 瓦，這邊直流輸出 15.6 瓦，折算轉化效率 80%。27瓦功率，220伏輸出 32.3 瓦，這邊直流輸出 27.7 瓦，折算轉化效率 86%。36瓦功率，220伏輸出 42.6 瓦，這邊直流輸出 36.8 瓦，折算轉化效率也是 86%。45瓦功率，220伏輸出 52.2 瓦，這邊直流輸出 45.8 瓦，折算轉化效率 88%。60瓦功率，220伏輸出 68.1 瓦，這邊直流輸出 60.89，也就是61瓦，折算轉換效率 90%。100瓦功率，220伏輸出 113.4 瓦，這邊直流輸出 101.6 瓦，折算轉換效率也是 90%。28伏140瓦功率，220伏輸出 158.7 瓦，這邊直流輸出 141.7 瓦，折算轉換效率 89%。現在是200瓦輸出 ，C1 口是 101.6 瓦，加上 C2 口的101瓦，除去220伏輸出的 223.9 瓦，折算轉換效率 90%。以上就是我們對這個充電器的轉換效率的測試。順便給大家講一下，有一些老鐵的疑問啊，他們私信問我的，為什麼不把這個功率表插在這個充電口上面進行讀數？我還是那句話，充電頭我們拿到手都是要配線使用的，大家不可能不用線就可以直接給手機充電，对不對？我的線材是選用的超低損耗的線材，我的測試盡量的把這個線材的損耗算進去，就是盡量的貼近大家日常使用的場景來測算它的轉換效率。我們現在做的測試就是來測試一下這個充電器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況。首先給大家講一下，它在輸出140瓦的時候，增加任何一個充電口進去，它就会變成 PD 100瓦功率。哪怕是你插上 A 口，它也會降到 PD 100瓦的功率。現在是 C1 口輸出100瓦功率的時候，我們插上 C2 口，儀表會立馬調整功率，但是沒有斷連，
還是100瓦，拔出的話也會出現這個情況。調整功率，哪怕是插上 C3 口，不會斷連，但是立馬會調整一下功率。C3 口就是一個20瓦的充電口，接上 A 口，它也會調整一下，是沒有斷連的。我們再來看3卡使用啊，在雙口輸出100瓦的時候，我們再接上一個設備。C2 口立馬就調整為60瓦的功率 ，C3 口就是走的 PD 20瓦，加起來總功率在180瓦左右。這個時候我們再接上一個 A 口設備，這兩個充電口是沒有任何斷連的。C3 口和 A 口立馬就會調整為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另外2個充電口還是165瓦維持不變。所以說這個充電器的多口功率分配的規則的話，在 PD 3.0 的情況下 ，C1、C2、C3 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斷連，它只是調整功率。PD 140瓦輸出的話，就只能单口使用，大家記住这個規則。我們現在做的就是對這個充電器的紋波來做一個測試，這是各位老鐵們你們最在意的數據啊，4個充電口全部詳細的測試給大家看。首先是充電器的 Type-C 1口紋波，15瓦功率的時候，紋波最高 85.7 毫伏，平均紋波51毫伏左右。27瓦紋波最高的時候 46.2 毫伏，平均紋波33毫伏左右。36瓦紋波最高的時候 53.5 毫伏，平均紋波45.3毫伏左右。45瓦紋波最高的時候 62.3 毫伏，平均紋波48毫伏左右。60瓦紋波最高的時候 60.3 毫伏，平均紋波50毫伏左右。100瓦紋波最高的时候 73.8 毫伏，平均紋波63毫伏左右。Type-C 1口最高功率140瓦，紋波最高的时候 99.2 毫伏，平均紋波88毫伏左右。现在測試的是 Type-C 2口紋波，15瓦紋波最高的时候 29.4 毫伏，平均紋波24.9 毫伏左右。27瓦紋波最高的时候 31.9 毫伏，平均紋波25.2 毫伏左右。36瓦紋波最高的时候 42.2 毫伏，平均纹波 37.2 毫伏左右。45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46.9 毫伏，平均纹波 39.2 毫伏左右。6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36.6 毫伏，平均纹波 30.3 毫伏左右。10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40.7 毫伏，平均纹波35毫伏左右。现在測試的是 Type-C 3口紋波，15瓦功率，紋波最高的时候 32.6 毫伏，平均纹波 28.9 毫伏左右。20瓦功率，纹波最高的时候 34.3 毫伏，平均纹波 28.4 毫伏左右。12伏档位20瓦功率，纹波最高 45.9 毫伏，平均纹波 39.4 毫伏左右。我們現在測試的是 USB A 口紋波，15瓦功率，紋波最高的時候 44.6 毫伏，平均紋波40毫伏左右。18瓦功率，紋波最高 43.7 毫伏，平均紋波38毫伏左右。12伏檔位18瓦功率，紋波最高的時候 37.1 毫伏，平均紋波31毫伏左右。以上就是這一個移速200瓦放式充4口氮化鎵充電器所有的紋波情況，最高紋波沒有超過100毫伏，表現還是可以的啊。兄弟們，移速這顆200瓦4口氮化鎵充電器整體測試下來，我給到的整體評價就是實力在線，基礎功課扎實，但是協議和端口規劃明顯有提升的空間。先說優點，多口給手機充電，它表現還是可以的。榮耀、小米、vivo 的 PBS 都可以兼容，融合快充也是它的一個加分項。雖然 PBS 上限只有50瓦，但是覆蓋面比上一代移速做得好一點，而且因為這個頭的總功率夠大，手機充電的話，這個溫度可以忽略不計啊，多設備日常使用非常的舒服。還有就是它的大功率部分，它的真實實力也不算虛，單口140瓦是它的主戰場，給筆記本做主力電源完全可以拿得住。100瓦加65瓦的組合，實測穩定撐了2個多小時，沒有斷流。雖然殼體溫度78攝氏度，接口溫度84攝氏度，有點偏熱，但是屬於正常可以承受的區間吧。不過就是雙100瓦持續輸出就不行了，20分鐘左右是它的極限。所以這顆200瓦更適合一台主力筆記本加若干設備的用戶，不適合雙筆記本長時間重負載啊。電器表現方面，它這次的亮點反而就是4個充電口的紋波。C1 口全程沒有超過100毫伏，其他3個充電口在50毫伏以內，在一顆200瓦的多口氮化鎵上面做到這個水平。說句公道話，移速這次把底子打得比預期更加的扎實，但是缺點咱們也不隱藏着 ，PBS 只有50瓦，明顯就是個短板。這顆200瓦功率其實可以完全配得上 PBS 100瓦的規格，
其次就是 C3 口只有20瓦的小功率，可以提升到45瓦档位，在多口场景實用性就會大幅的增加。再來就是協議布局不夠精細啊，華為的 SCP 協議放在2個大充電口就是浪費，移到 C3 或者 A 口就可以了。還有就是它的融合快充，目前的市場上融合快充33瓦是主流，把它放在 C3 和 A 口，並設定固定的優先級，用戶體驗就會提升得非常明顯。整體來說，它不是全能旗艦，但它是一顆底子扎實、夠穩定、夠實用的200瓦多口快充。只要端口規劃和協議的上線再往前邁半步，這個充電器的定位就能直接再上一個台階。車是為了了解，猜車為真相，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靈活車載，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陪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